提问：在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大战中，君主到底有没有必要亲临一线指挥呢？历史上，即便是军事成就非凡的帝王，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摧枯拉朽一般的解决敌人，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而另一种帝王，则是身居宫闱、足不出户，仅靠战略和用人就能长驱千里、经略天下，例如汉武帝刘彻。而在五胡十六国，会有一个皇帝在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跳出来说：“爱卿等一下，请把这场最后的战斗交由朕来为操。”公元370年正月，王猛以一封极为霸道的信，兵不血刃地拿下了东出的第一重镇洛阳。而咱们的苻坚天王确实是个厚道人，一听说洛阳攻克，二话没说，立刻给王猛升职加薪，升任他为司徒、录尚书事、平阳郡侯。王猛一看这天王又激动了，赶紧劝他说：“如今燕晋未平，仅仅拿下一座城池，您就封我为三公，那将来我要是真的平定天下，您到时候该赏我点什么呢？”王猛本意是：天王您先别做这些形式上的表率，先集中精力准备打仗。没想到苻坚听完还振振有词，反驳说道：“你拒绝朕的封赏，朕不怪你。不过我已经跟有关部门打好招呼了，司徒的职位就给你一人留着，等你将来上任。但是郡侯的爵位是拿下洛阳战功的酬劳，不能不给。你这样，你给朕个面子，勉为其难的接受吧。”前秦这边，当苻坚和王猛又在上演千古君臣的时候，前燕那边可就坐不住了。王猛疏忽之间拿下重镇洛阳，这理所当然地震慑到了前燕朝廷。面对重大的军事危机，前燕君臣在一番讨论之后认为，既然王猛以洛阳为第一个突破口，那么将来秦与燕之间的大战也就应该在洛阳与邺城之间展开。毕竟王猛从洛阳奔赴邺城只有区区的数百里，更何况当年前赵刘耀与后赵石勒的灭国大战也是从邺城出发，在洛阳城外进行决斗了。因此按照既定的战略，前燕在军事上的重心就是收缩全国兵力，汇集于首都邺城，随时准备南下开打。而前秦那边也差不多，为了集结力量开展灭国大战，王猛、苻坚在拿下洛阳后的半年内没有再进行大的军事行动，只是频繁的进行部队调动和人事调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半年。公元370年的6月，前秦天王苻坚亲自莅临霸上大营，为即将出征的王猛送行。苻坚语重心长又跃跃欲试的嘱咐王猛说：“老王啊，这次我把全国精兵都交给你了，你身上的压力不小啊。依我看，大军应当先攻克壶关，然后拿下上党，随后便可以急出太行山，直扑邺城。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啊。”苻坚的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两层深意。第一，苻坚本人的知识水平确实很高，急雷不及侧耳的典故出自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可见苻坚确实对汉家文明的经典加强学习一个了。第二，则是前秦改变了用兵方向，当初前秦在洛阳的部署，现在看只是一个诱饵。前燕设想呢，在华北平原开展大战的计划落空了。然而紧接着苻天王又说了一番话，让王猛瞬间警觉起来。苻坚说：“老王你呢，尽力在前面干，朕呢将作为你的后继，亲率大军奔赴战场，为你运输物资粮草，使你必不会有后顾之忧。”王猛一听就明白了，合着苻天王是想把这场灭国大战变成自己的御驾亲征之战啊！这一年，王猛45岁，苻坚32岁。对于这个自己辅佐了10余年的年轻帝王，以及帝王是不是心血来潮，王猛可谓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皇帝不是好大喜功想打胜仗吗？那只需要给他一个更大的功劳，他就老实了。于是王猛回复道：“臣仰上陛下威灵，奉万全之计，荡平燕国犹如秋风扫落叶。陛下您根本不用亲自出征，反而需要认真谋划思考一下，灭国之后，鲜卑俘虏和关东6州应该如何处理。”一听这话，苻坚心情瞬间好了起来，旋即大手一挥，命令王猛出征。就这样，王猛带着镇南将军杨安、虎牙将军张豪、建武将军邓羌等一票全明星将领上路了。7月，王猛率领主力部队，按照苻坚的指示，兵临壶关城下，开始攻城。另有一支偏师由杨安带领进攻晋阳。至此为止，前燕君臣才意识到不对劲了，满朝上下一片震动。好在近半年以来，前燕已经在军事上做好了准备，因此燕国皇帝慕容伟即令太傅慕容平率军30万西进抗击王猛。一头白发满脸沧桑的慕容平出发了，
但皇帝慕容伟还是觉得不放心。短短半年以来，这已经是第二波准备灭亡自己的战争了。他叫来了左右的亲信，询问道：“秦兵有多少人？我们大军到了之后，王猛还敢跟我们作战吗？”三骑侍郎李凤非常自信地跟皇帝说：“陛下放心，秦国不过是个弹丸小国，兵力又少，怎么能跟大燕抗衡呢？再说了，王猛就是个庸才，咱们的太傅慕容平不知道比他高到哪里去了，根本不值得忧虑。”虽然也有其他的朝臣提醒慕容伟，不能单纯的依靠兵力多寡来判定战争走向。不过，慕容伟还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即前燕大军压境，王猛必定不敢作战。当然了，王猛还是会给慕容伟和燕国朝廷露一小手的。没过几天，王猛攻下壶关，活捉上党太守南安王慕容越的消息传回了前燕朝廷。这下轮到慕容伟和前燕朝廷傻眼了。不仅如此，王猛所到之处，沿途郡县纷纷望风投降。面对王猛迅疾如风的猛烈攻势，前燕一部分朝臣丧失信心，还没亡国呢，就开始准备复国计划。黄门侍郎封福问司徒长史申印说：“你认为国家的前途将会怎样？”申印则表现出了又灰心又自信两种矛盾的态度。他说：“我看这架势，邺都必定沦陷，我们难免做秦国的俘虏了。不过别担心，我夜观星象掐指一算，今年咱们虽然灭国了，但是一季之后，燕国还会再度崛起，到时候我们还能 make 大燕 great again。”其实按照申印所说，12年之后，公元383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战争，叫做淝水之战。这场战斗之后，雄踞北国的前秦土崩瓦解了，而早已灭亡的大燕也确实悄悄复国了。不过，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种准得出奇的预测，应该就是燕国后人的杜撰。好了，现在我们将目光回到正面战场。当王猛在上党展露锋芒的时候，由杨安带领的偏师正在进攻另外一处重镇晋阳。晋阳守将前燕并州刺史东海王慕容庄，凭借着粮草充足和地理优势，顽强抵抗着前秦的进攻。从7月到9月，前秦部队困顿于晋阳城下，一动未动。见此情景，王猛不得已将壶关的防备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然后自己抽调精锐部队支援晋阳战场。提到晋阳，我们可以额外的多说一点，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太原，从古至今一直都作为中国北方军事重镇的存在。由于其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原和草原衔接的关键地带，又是汉文明与异族文明交汇的过渡区，这都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几千年来攻防双方反复较量与厮杀的中心战场。其战争频繁之密、幅度之大、烈度之强，都达到了世所罕见的地步。关光复国运的大战，就至少有春秋时期的三家分晋的晋阳之战，永嘉2年刘琨挺进晋阳之后，在敌后坚守10年的晋阳保卫战，北周武帝宇文邕一统北方的晋阳之战，唐安史之乱中李光弼抵御史思明的太原保卫战，宋末靖康年间名将王炳苦守4个月的太原保卫战。再往后，蒙古铁骑、大明王师、李自成农民军、清军乃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塑造了这里无畏牺牲、英勇不屈的性格。公元370年9月，王猛率领主力到达晋阳城下，秦军旋即开始挖掘地道，准备强行攻城。地道一直挖到城中腹地。与此同时，秦军虎牙将军张豪又亲自率领100余名敢死队员，通过地道潜入城中。9月10日，在惨烈的厮杀之后，张豪等人成功在内城打开了晋阳城门，秦军得以一拥而入，一举拿下了这个控带山河的重要关隘。当壶关和晋阳都被占据之后，王猛原本的意图是准备像苻坚说的那样，迅速穿过太行山脉，直插邺城发起决战。但是由于晋阳攻坚战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当王猛想要掉头南下的时候，他发现前燕的太傅慕容平早就以逸待劳，率领30万大军堵入了王猛南下的必经之路。史书上说，当得知壶关和晋阳2城都已经失守之后，慕容平便畏惧而不敢前进，选择在陆川附近安营驻扎。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慕容平的这一手操作还是非常有水平的。慕容平往陆川这么一推，王猛想要实现他的战略目的就变得十分的困难。如果王猛置慕容平不理，执意穿过山路进攻邺城，那么必定会遭到燕军的袭击。如果王猛想要先解决慕容平再出发，王猛只有6万的兵力，而慕容平却有30万，可谓是优势不在我。
一方面，慕容平既不敢也没必要深入山脉当中与王猛展开所谓的歼灭战；另一方面，王猛也没能耐一口气吃掉6倍于自己的敌军，所以进退两难之际，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维持现状。因此，攻克晋阳1个月之后，10月10日，王猛留下将军毛当镇守，自己再次集结主力部队，赶往陆川附近与慕容平对峙起来。兵书上说，大军出征在外，战车、兵员、粮草、武器，每一样都是令人闹心的存在。如果没有万全的把握，轻易还是不要发动战争。这实际上揭示了战争过程中的一个困境，也就是由于决策者面对的客观对象多元且复杂，为了使战争顺利进行并且达成目标，决策者往往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协调各方，才能够使各个系统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而想达到这种各司其职的状态，事实上是非常难的。不仅敌人不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行事，就算是自己人，有时候也会跳出来捣乱。比如说，当初与王猛一同反腐的亲密战友邓羌，此刻就在军营里闹起来了。有一天，王猛命令一位叫做徐成的将领前去打探敌情，规定中午前要返回，但因为种种原因，徐成一直到黄昏时刻才回来。王猛获悉之后大为恼火，当即下令要将之斩首，严肃纪律。邓羌听说之后赶紧过来求情，说道：现在两军对峙，大敌当前，徐成是大将，这次就姑且饶了他吧。王猛则是面无表情地回复道：要是能随便放人，那还要军法干什么呢？邓羌听完只好再表示，徐成是我带出来的，这次他确实是错了，但您老给个机会，让徐成跟着我上阵杀敌，将功折罪吧。王猛听完依旧是不同意，这一下可是激怒了邓羌，他气势汹汹回到自己的营房，集合部队，准备当场给王猛点颜色瞧瞧。王猛一看这架势，也吃了一惊，赶紧跑到邓羌的军营，明知故问似的说：将军您这是要干什么呢？邓羌则是没好气地说：天王命我出征讨贼，不料贼子竟然在我身边，我打算先杀了身边贼再说。事已至此，再刚正的人也应该好好审时度势一下了。王猛听完，二话没说，下令释放徐成。随后他又拉着邓羌的手说：刚才我之所以如此固执，只是想试探一下将军，将军您为了救下部将尚且如此尽心尽力，更何况是为国效力呢？有了将军，我看我再也不用担心燕人了。这次记载非常突兀地加在灭燕战争当中，似乎除了说明王猛执法严格，邓羌性情刚烈之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含义，也没有产生什么历史影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我想我们可以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个理论去阐述。对于王猛来说，团结各级将领，赢得对燕战争的胜利，是本次出征最根本的目标，没有之一。而整治军队、明定法纪，只是为了实现战争胜利的低级纲领。低级纲领并非不重要，而是应该优先服务于最高纲领。所以当徐成犯错误的时候，王猛为了维护军法尊严，不由分说的要杀人。但当杀徐成会影响到战争胜利的时候，他又果断抛弃立场，转向与邓羌亲密无间。这些都说明，对王猛来说，自己的立场根本不重要，实现目标，把事做好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已经主持改革10余年的王猛，在面临军事困难的时候，都不免产生内部矛盾，而他的对手前燕，现在是不是一团和气，同仇敌忾呢？其实我们应当承认，单论军事水平，慕容平老先生应该还是很可以的。慕容平选择陆川这个位置确实不错，不仅阻断了王猛的必经之路，还没有远离国土，物资粮草补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堪称是目光老辣了。毕竟眼前白发苍苍的慕容平，年轻的时候也曾跟随先王慕容晃踏兵渡海300里，长途奔袭，也曾跟随先王慕容俊南下入关。作为辅弼将军的慕容平，还生擒了冉魏的武章太守。等到对冉魏发动最后一战的时候，也是慕容平作为先锋部队，率领1万骑兵先行赶到邺城城下。因此，或许是对自己在军事策略上的自信，也或许是对于5倍于王猛兵力的自信。总之，慕容平理所当然地放松了警惕，甚至开始狂妄起来。堂堂前燕上庸王太傅、燕军总指挥，此时竟然在军营中做起买卖来了。他下令把军营附近的山川林泽管制起来，规定燕国士兵但凡需要在山林中取水、拾柴、采摘的，都必须向他缴纳费用，缴费之后才可以正常烧水做饭。据史料记载，慕容平这一手堪称商业奇迹，短短1个月，慕容平就挣钱挣到了手软，
将金银财宝在营房中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而燕军各级将士就苦不堪言了，大家愤恨地表示慕容平死了拉倒，猪油蒙了心了才愿意为这样的人打仗。另外一边，王猛听说两国大战在即，慕容平竟然还有这种雅兴，搞这种奇葩操作，简直是笑得合不拢嘴。他锐评道：慕容平真奴才也，就是配给他再多的部队他也打不赢，更何况只有区区30万呢。很快离心离德的燕军就被王猛找出了破绽。有一天晚上，王猛派遣游击将军郭庆率领精兵5000，悄悄走小路，摸到了燕军大营的背后，然后发动突袭，一把火烧光了慕容平的粮草辎重。当年曹老板与袁绍在官渡之战艰难对峙，实在扛不下去的时候，曹操的策略也是放火烧了乌巢大营。所以说，燕军粮草被烧这件事儿，绝对算是在战略层面上受到了重挫。而且这把火远比乌巢那场火更大。实在，即便是身处邺城的小皇帝慕容伟，在距离战场300余里的宫殿上，都能遥遥望见陆川上的大火。皇帝慕容伟只是年轻，不是智障。知晓内情之后，他非常的愤怒，旋即派专人去问责慕容平，劈头盖脸的怒斥道：“您是高祖之子，应该以大燕社稷为政，怎么都这个关口了，还不体恤将士，成天在那儿卖柴卖水的，你就那么缺钱吗？大燕的国帑私帑，只要你想要，朕都能给你。你贪成这样，是担心将来退休了没养老金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到秦军打过来，把大燕亡了，你攒这么多钱还有什么用？你还有命花吗？”经过皇帝一通臭骂，慕容平算是如梦方醒。他匆忙间按照慕容伟的指示，把搜刮而来的钱分了下去，然后又忙不迭地向王猛下战书，准备两军决战。其实无论皇帝催不催，慕容平都不得不发起决战了。大军粮草都没了，30万张嘴，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吨粮食的缺口，慕容平就算想对峙下去，也是绝无可能了。而在这儿，我们不得不小小的致敬一下，看来军队确实一律不得经商啊。至此，燕秦之间的大决战正式爆发了。燕军匆忙间发动决战，这正是王猛想要看到的。但敌人毕竟数倍于自己，为了鼓舞士气，王猛亲临一线，发表了一番誓师演讲。他激励将士说：“我王猛深受国恩，肩负内外，如今与同志们一同深入敌境，咱们应当同心共力，殊死战斗。等到战争胜利了，我与同志们一起在朝廷接受天王的封赏，回家之后，你们又能跟父母大人一起庆祝，岂不美哉？”三军将士一听这话，无不士气大振，当场破釜沉舟，把锅也砸了，粮食也扔了，嗷嗷叫唤着要找燕军拼命。与此同时，王猛依然清醒地认识到两军整体的差距，为了能打出最佳效果，他又找到邓羌跟他商量，希望由邓羌带领精锐骑兵发起突袭，做突破敌人阵地的那个尖刀连。邓羌听完之后当即表示，发动突袭没问题，不过事后你得让我做司隶校尉。司隶校尉那可不是一般的职位，汉魏晋以来，司隶校尉都是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不仅权力极大，而且还配有直属部队，以至于当初祸乱大汉的董卓都不免要暗暗感慨地称之为雄职。面对邓羌的坐地起价，王猛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意愿配合他。但王猛并不是吝啬官职的人，他坦诚地给邓羌说，司隶校尉不是我这个级别能说了算的，但是只要将军出战，安定太守的位置，万户侯的爵位，我绝对给您兑现。朋友们，咱们开头就说了，此时王猛的爵位也不过就是个平阳郡侯，说不定10亿还没到1万户。王猛既然许诺了邓羌万户侯，就可以证明此时面对邓羌要官，他绝对不是打太极搞拖延，而是准备真金白银的犒劳邓羌。可是邓羌呢，听完这话非常不爽，竟然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王猛虽然也有不悦，但毕竟大战当前不能发作，而且他仍然相信邓羌，相信邓羌不会坐视战机延误而不顾。随后战斗打响，秦军与燕军混战在一起，双方不相上下，难解难分。而且随着燕军部队持续涌入战场，秦军即将有被压垮之时。为了扭转战局，王猛敕令传邓羌出战，但结果却非常的遗憾，邓羌根本不理会王猛的命令。3番5次催促无果之下，王猛只好脱离指挥所，亲自飞驰到邓羌军营，并且一上来就表明态度，只要将军能出战，司隶校尉的位置我替你给天王要。邓羌听完心情大爽，当即痛饮几口烈酒，随后跨上战马，与张豪、徐成等人杀入战场。事实上证明，邓羌确实是万人敌，他及他的部队个个以一当十，
在燕军阵地上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反复冲杀4次，最终彻底打乱了燕军的阵型，从而为秦军决胜创造了有利机会。陆川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双方之间历史性的大交锋以前秦方面全胜而告终。此战中，前秦前后一共斩获俘虏了15万余人，而前燕的主帅我们的太傅慕容平大人，则是在战斗失利之后，抛弃残兵败将，单身匹马，一溜烟似的逃回了邺城。陆川战斗的胜利之后，王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继续激励部队乘胜追击，全速东出太行山，抓紧时间包围燕国首都邺城。在行军的路上，王猛不无欣喜地给苻坚写了一份报告。他说，当年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盟誓天下，而大秦雄师亦在甲子日大歼敌寇，此乃天意。臣必定恪守陛下仁爱之志，东进途中必将以招抚为主，绝对不会大行杀戮，历使关东6州不绝奸而易主。当王猛还在努力配合苻坚，准备在关东施行仁政的时候，天王却给王猛发了一封令他措手不及的信。苻坚说，爱卿先别急着攻城，命令部队原地休整，等朕到了，朕和你一同指挥邺城决战。当苻坚的回信送到王猛手里的时候，天王已经带着号称10万的部队出发上路了。也就是说，当苻坚刚刚得知陆川大捷，尚未知晓邺城情况的时候，他就急不可耐的要御驾亲征了。王猛知道自己的这个主子又要好大喜功，亲临一线进行微操。当然，王猛也能理解，由于皇帝本人亲自指挥灭吴大战，成功攻克敌人首都这种大新闻，才是令苻坚心血来潮的原动力。只是王猛并不知道，在他去世8年之后，他呵护半生的天王还是会在一个叫淝水的地方继续犯下好大喜功亲临一线指挥的错误。前脚邓羌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军营里闹别扭，后脚满脑子热血的皇帝硬是要掺以身犯险的事儿，这本来已经让王猛非常头大了。更头大的是，伏天王带着那10万人根本没有去邺城战场，而是辗转去了安阳。或许大家对安阳感到陌生，那么换一个说法，大家就明白了。苻坚大费周章的去安阳附近的方头，方头不仅是桓温的梦碎之地，也是他们第一族老仆家当年被石虎强制迁居关东的安置地。简单来说，苻坚还没有灭燕呢，就开始 cosplay 汉高祖刘邦，回到了自己儿时生长过的地方，告诉那儿的父老乡亲，当年的那个大头小子肩头出息了，当皇帝了，现在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而苻坚的这手操作可把王猛气得不轻，王猛不得不暂时放下前线军队，秘密赶赴安阳。结果苻坚一听王猛来了，他还感到不开心。已经饱读经典的苻坚信手拈来，很快就用了一个周亚夫军细柳的典故质问王猛，说道，当年周亚夫在细柳营治军，即便是文帝亲自前来慰问，周亚夫也不曾离开军营半步。老王啊，你怎么扔下邺城大军跑到我这儿来了呢？王猛一听更没好气了，前方在打仗，你身为天子带着10万人到处乱窜，由南由北，你还有理了？随后王猛态度并不和谐地反驳道，周亚夫装腔作势，沽名钓誉而已，您甭跟我说这个。现在我们对邺城的作战可谓是10拿9稳，瓮中捉鳖，您又为何以身犯险呢？太子年幼，中央无主，一旦后方有事儿，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您忘了当初霸上送别的时候我们说过的话了吗？史书没有记载被王猛训斥之后的天王的反应具体是什么，但我们可以通过这段话意识到，早在371年淝水大战前12年，王猛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前秦中央的稳定问题和前秦高层的忠诚问题。他最担心的并不是君主头脑发热，而是害怕苻坚离开中央的时候产生什么无法控制的差错。当然我们也知道，淝水大战失败之后，前秦首都确实如王猛担忧的那样，一时间蹦出来好几股反叛势力。只可惜那时候王猛早就不在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都来了，天王既然带着10万大军出关了，那一同参与对邺城的战斗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儿了。此时苻坚王猛全部兵力有15万，围城一个刚刚经历惨败的前燕，城破也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11月6日，一直从陆川败退下来的前燕部队，在前燕宜都王慕容桓的带领下逃往关外的龙城。11月7日，包括扶余、高句丽、上脑湖等一些被前燕控制的六夷杂胡的质子们，趁着夜色悄悄联系上秦军，并打开了邺城的北大门，放秦军入城。随后前秦军队像潮水一样涌入邺城，并迅速占领了关键的衙门和通道，至此邺城城破。前燕君臣见此情景，终于意识到大燕的国祚要走到尽头了，邺都要换主人了。当晚，前燕皇帝慕容伟、太傅慕容平、乐安王慕容臧等人
在混乱的掩护之下弃城而逃，逃奔龙城。公元370年11月10日，秦军占领邺城之后的第3天，大秦天王苻坚陛下莅临了他忠诚的邺城王宫。邺城王宫内，那座由曹操修建的铜雀台依然气势恢宏。在历经西晋成都王司马颖、后赵高祖石勒、冉魏武道天王冉闵、前燕景昭皇帝慕容俊之后，他依然缄默不言，只是凝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铜雀台下是那些曾经效力过前燕，但如今更希望效力大秦的臣子们，他们眼目低垂，姿态低下地迎接新王的到来。苻坚的心情无疑是不错的，大秦东出，灭国之功，不世之功，就这样在自己32岁的年纪实现了。当年的匈奴刘耀、截胡石勒，哪一个比得上朕？随后他大手一挥，当场赦免了那些所谓有罪的燕国官员。紧接着，在有关部门的陪同之下，苻坚查阅了前燕的户口和档案。作为有着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家，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的政权大都有着非常完善的档案系统。摆在苻坚面前的是一箱箱一柜柜的名册，在那些名册里清楚地记载了前燕157个郡、1579个县、245万8969户，共计998万7935人的基本资料。群雄逐鹿，男儿壮怀，江山多娇。上一个秦王曾横扫六合，一匡天下。今天苻坚似乎理解了始皇帝，理解了那个天下入梦的伟大梦想。当然了，当天王在王宫一展胸怀的时候，灭燕真正的总指挥王猛可没有心情去看那些燕国的新鲜玩意儿。一方面，在军事上，慕容伟、慕容平两个元凶巨恶畏罪潜逃，一旦放虎归山，那必将后患无穷。另一方面，前燕将近1000多万人骤然间更换成前秦的管理系统，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问题和纰漏等着王猛和各级干部去处理。所以王猛一方面命人沿着慕容伟出逃的方向搜寻追击，要求务必追回匪首，为本次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另一方面，王猛则开始全面梳理前燕的政权系统。其实早在王猛刚刚包围邺城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战后的治理工作了。当时由于秦军大军压境，前燕政府在地方的统治濒临崩溃，一部分盗贼趁着这种无人管制的混乱状态，杀人越货，为非作歹。而就在这种即将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王猛依然抽出精力，重点维持民生秩序。史料记载，当王猛到达邺城的时候，在军事部署之余，他还专门派人接管了附近的农业生产工作和群众安全工作，并动用军队对邺城周围的不法分子进行坚决打击。再加上邺城攻克之后，王猛部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燕国老百姓不仅没有在战争中受到损失，反而迅速从战争中走了出来，并在前秦的治理下安居乐业。这就不禁使得邺城附近的老百姓纷纷感慨说，没想到王猛的到来竟然又给我们带来了当年太原王慕容恪执政时候的气象。当邺城周围秩序渐渐稳定之时，追击慕容伟的部队也传来了好消息。游击将军郭庆，就是那个一把火烧光了慕容平粮草的将军，在高阳附近追上了慕容伟。当郭庆的部将巨武准备美滋滋的生擒这个大礼包的时候，慕容伟还想恐吓一番。他说，你是什么下等奴才，竟然敢冒犯天子？巨武一听都被气乐了，毫不客气地怼道，你听好了，大爷是梁山县巨武，你可别在这给我咋呼了，我是奉诏抓贼，哪有什么天子。随后可怜的慕容伟就被一个麻绳绑了去，快马加鞭地送到了邺城王宫。作为胜利者，苻坚见到慕容伟的时候，一上来还是要有一番姿态的。他居高临下责问慕容伟为啥不投降王师，反而连夜跑了。阶下囚慕容伟这时候也真性情了一把，他不无真诚地说道，狐死首丘，狐狸如果死在外面，一定把头朝着他的洞穴，我逃亡关外，只是想死的时候离列祖列宗近一点罢了。苻坚听完也难免感到动容，他本来是不想大开杀戒，这下刚好借机赦免了慕容伟。随后慕容伟回到住处，率领燕国旧臣在王宫的广场上正式向苻坚投降。至此前燕灭亡。如果从西晋武帝太康6年慕容伟受晋帝封功算起，而来已有81年矣。话说灭国之功既然已经达成了，那苻坚天王就可以安心表演圣人美德了。前燕投降之后，苻坚发布了一份带有罪己诏意味的大赦文书。在史书上，苻坚说，朕功德薄，所以才不得不对燕国发动战争。倘若朕的德行修为足以怀柔四方，那燕国百姓就会自动归附大秦，根本不用动刀割。所以对于在战争中不幸牺牲的居民来说，朕是有罪的。好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把这次的大赦当作新时代的起点吧。
至此，前秦灭前燕之战画上了句号。本期视频也进入了尾声。不过，在视频的最后，我们补充一个太傅大人的小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连皇帝慕容伟都已经被俘虏了，可却不见太傅慕容平的踪迹。要说这慕容平啊，有一个好，就是无论到全国什么地方，他跑的都比别人快。当皇帝慕容伟还在路上生死时速的时候，太傅他老人家已经一路飞奔，一口气疾驰1000多里，躲到了高句丽的地盘。这个赶路的速度，令我不得不想起另外一个太傅大人，就是那个坐着追风车一夜飞驰400里的大魏太傅司马懿。不过慕容平可没司马懿的好运气，游击将军郭庆抓完皇帝抓太傅没多久，郭庆率军到达慕容鲜卑的龙兴之地龙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高句丽那边听说了中原发生的大新闻，本着对秦王忠诚的原则，高句丽二话没说，将慕容平绑了送给郭庆。太傅大人在惊心动魄几个月之后，终于喜提与家人团聚的结局，让我们恭喜他。当北方格局发生惊天逆转的时候，在江南踽踽独行了一辈子的大司马桓温也即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了。不知道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他会想些什么呢？